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上周发布的那2期节目中，我们开启了学习这个系列话题。当时我们讨论了学习内驱力的概念，以及自由学习的方法论。我们说到，每个人本身都是有学习内驱力的，但这种内驱力很容易被糟糕的学习环境所扼杀，比如过度强调短期学习成果，以及刻意制造单调、枯燥和无聊的环境。这都会使一个人学习兴趣的自发生长受抑制。那在12月1日的这期视频里，我们也回应了几种常见的对自由学习理念的质疑，并提出了2个重要观点。首先，认知的丰富和贫乏是比对错更重要的，不应当过分强调对错来抑制人的自发探索和思考，因为真正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一定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量和信息量之上的，没有巨大的总量。一个人即使有某些正确观念，也一定是非常狭隘、贫乏的，即使他看起来很理性，但这种理性也往往是机械的、刻板的，缺乏深度和灵性的。另外，我们也提到，学习过程是一个连续的情感和认知体验，不应当要求人的认知和学习必须严格按照学科分类标准进行。学习者在认知和情感上的连续性，是比外在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要更重要的。在评论区里，很多网友都表示非常有共鸣。所以这个周末我们还是继续来聊教育话题。顺便说一下，在以后的视频里，我们也会分别评价一下中国的英语教育、语文教育、数学教育等等。前些天，一位数学才能很出众的网友向我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就讲到自己在中学阶段遇到了好的数学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使他在繁重的高考压力下仍然能保持着对数学的热情和好奇，最终这种兴趣成了自己从事数学科研工作的深层动力。我想，这的确是幸运的事情，因为大多数的中国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糟糕的教育方式搞到自我怀疑，对于自己的学习能力有各种习得性无助和创伤。要评价中国教育体制的缺陷，可以说的话有很多，但如果要说一些根本的贯穿在所有领域的教育理念，我想首先还是中国教育预设了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是绝对不平等的。在中国传统的教学理念中，学生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是被老师灌输知识的对象，这就潜藏了一个预设，教师才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只是配合教师完成学习而已。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学习，就是把一己的东西纳入自己的思想。人本身是一张白板，可以任由外界图画。学习的过程，就是把一堆知识和信息填满大脑的机械过程，也就是填鸭。填鸭的原意是按时把饲料从鸭嘴里填进去，使鸭子增长重量，后引申为将知识单项灌输给学生。填鸭式教学必然是以教师、学校、教材等外在的东西为中心，而不可能是以学生为主体，因为学生无非是一张白板，所有的智慧和知识都是外铄的，是由外部的权威给予学生的。由于学生本身一无所有，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天然处于不平等的被训导的地位，学生应该单向的去记忆、理解、领悟权威的意思。学习的本质是一场训导，而不是对话。我们说，学习者和教育者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不对等的，例如经验、知识储备、社会地位等等。然而，在纯粹的理智层面上，他们应该被预设为平等的，是可以对话和沟通的。这种预设并非来自于经验的事实，而是来自超验的信念。这里的超验并非指超自然，而是指虽然超出具体经验范畴，但可以作为实践理性的基础的一种普遍的信念。我们说，信念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世界，但却是能创造现实的现实。正如我们在6月1日的这期视频里提到的，虽然平等在现实中是永远都找不到的，人与人之间总是不平等的，然而由于人们相信这些原则是高于现实、超出现实的，所以现实世界才能一点一点朝着这个方向改进，最后显现出了它的目的性。这就是一个从潜能到实现的过程。这个道理看起来很抽象难懂，但其实每个人在现实中对此也都是有感知的。比如，即便是对这种潜能的信念没有哲学认知的人，面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时，他从直觉出发，也不会认为婴儿真的没有能力，
也会认为婴儿是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掌握更加复杂的能力的。他不会因为婴儿在现实中的无能，去否认未来的可能性。这就说明了每个人都不是完全活在现实之中的。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相信婴儿通过教育能够学会更多的能力，这是基于现实的研究成果和对他人的观察，并非超出经验的理念啊。比如自己阅读了某些心理学的论文，这些实证研究认为，通过某种教育方式可以让婴儿变得更聪明，这就是现实啊。然而，这种心理学实验只是从作为样本的那部分儿童身上得出结论的，但这种结论如何保证对所有婴儿都是有用的呢？抛开实验的有效性这个科学问题不谈，当你把实验结果推广到自己面前的这个婴儿时，实际上依赖的是对婴儿这种属的信任，从而将婴儿这个种属的属性推广到自己面前的这一特殊的个别的婴儿身上。但种属概念本身仍然是超出现实的，是无法通过经验来验证的。这就说明每个人其实不自觉地都生活在普遍性的理念之中。这种普遍性并非来源于个别的经验事实，而是依赖于对种属本质的一种鲜艳的信任，即相信属于某一类的个体必然共享其基本特性。我们前面铺垫了这么多思辨的东西，就是为了说明，尽管人与人之间在思维能力上存在不平等，但在教育中仍然有必要预设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这也是西方文化一贯的教育传统。在知识的来源上，中西方教育理念有着巨大的区别。韦伯认为，亚洲宗教的特点是崇尚特殊主义和楷模先知，也就是认为知识和智慧来自特殊能力的导师、圣人或先知，而非诉诸于每个人共有的普遍理性。有人说，儒家不是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吗？有教无类说的是所有人都要接受教育，不分社会阶层的高低。然而，这顶多说明儒家主张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希望能有更多人来接近圣人这种智慧，但知识的源头仍然是掌握在圣人手中的。至于因材施教的思想，顶多是强调教育方法要灵活多样，而不是说老师和学生在知识来源上处于平等地位。中庸里有这样一句话：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忠，不私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就是说，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天生真诚的人，不用勉强就能做到，不用思考就能拥有，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则，这样的人就是圣人。这就显得非常神秘主义，似乎某些人生下来就符合天道，无需推理、思考和勉强，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成。这种神秘的知识来源显然是超越了普通人的认知能力的，普通人无法通过理性达到这种境界，因而只能依赖于圣人的点拨和引导。论语中讲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学生需要具有足够的悟性，才能理解导师的引导。这种引导是不存在真正的对话可言的，就是导师只是代天立言，无需论证，你不懂说明你缺乏悟性。正如邓小芒老师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论语中很多地方都是以骂人告终，如不仁、小人、得之贼等等。孔子的对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类似于教义问答的权威话语和独白，问者所起的作用只是提起话头和等待教导。然而，还有另一种关于学习和知识的观念，就是柏拉图的回忆说。我们在5月24日的这期视频里曾经简单提到过，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在进入肉体前是居住在理念世界的，拥有全部的知识，但是在进入肉体后却暂时忘记了那些知识，需要经过学习才能重新捡起来，而这个过程在柏拉图看来就是一种回忆。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从外界学习而来的，学习说到底就是把内心深处已有的神圣的知识给挖掘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感觉经验起到的是一种刺激作用，刺激人去回忆起曾经在理念世界里拥有的知识。柏拉图在美诺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讲了一个故事，就说苏格拉底打算让一个奴隶小孩明白关于正方形对角线和边长比例关系的几何学定理，但他并不打算教给这个小孩知识，只是通过不断的提问，让这个小孩自己得出正确的答案。
苏格拉底问他，比边长为2的正方形面积大1倍的正方形边长是多少？小孩以为是4，苏格拉底就假定他是对的，给他画了一个边长为4的正方形。小孩发现不对，就说大概是3，结果发现还不对，苏格拉底就把边长为4的大正方形分成4个边长为2的小正方形，再在4个小正方形内做了4条对角线，以对角线为边长，组成了新的正方形。小孩马上就明白了，这就是要找的正方形。柏拉图由此认为，知识之所以能够从一个人的意识中浮现出来，是因为在这之前，知识已经潜伏于他的灵魂之中了。在这种教学观里，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而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柏拉图的回忆说非常赞赏，他先是批评了一般的学习理念，因为一般所谓学习是指接受一种异己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意识，这乃是用事物去填满一个空的空间的机械联合过程，而这些事物对于这空间乃是生疏的、不相干的。这样一种外在的增加的关系，把灵魂看作白板，就好像在有机体中分子的增加那样，是不适合于心灵的性质的，而心灵乃是主观性、统一性，存在于并保持在自身内。但是柏拉图提出了意识的真正性质，他认为心灵即是以其自身为对象的东西，或者自己为自己而存在的东西。心灵是绝对的类，凡是不潜在于它自身的东西，即是对它不存在的东西，它的运动只是不断地返回于自身。因此，黑格尔提出了这样的学习观念：学习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学习过程中没有一己的东西增加进去，而只是他自己的本质得到实现，或者他自己的本质得到自觉。因为心灵具有一种内在确信，确信自身是一切实在事物的表象，诚然是从外界来的，特别是关于个别的时间性的变动不居的事物的表象，但共相思想却不是从外界来的。真理在心灵自身中有其根源，并属于心灵的本性，凭借心灵可以抛弃一切权威。最后这句话，凭借心灵可以抛弃一切权威，并不是说学习者不需要权威的引导和支持，而指的是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蕴藏着真理的。当教育者发现学生没有办法理解某些道理，应当首先多思考自己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和引导，而非对其进行本质主义的归因，比如将对方视为是愚蠢的、低能的、无药可救的。当然，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教育者也不需要在现实中帮助每一个学习者，但只要当事人能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不去彻底否定对方的潜能，不把话说死，就很不容易了。因此，教育者应当使用符合学习者认知规律的语言来表达，允许学习者广泛提问和联想。洛克在给朋友写的教育辩论中就论证为什么要对儿童讲道理。他说道：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起便懂得道理了，而且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还早。这样一种自负的态度应该让他们一直保持下去，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这一点变成培养幼童的重要工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儿童希望被当作一个有理性的成人对待，我们越是把儿童当作理性的，他们的理性就发展得越好。洛克的话非常有启发性，因为中国社会流行这样一些说法：等你长大了就懂了，等你到了这个年纪就懂了，这都属于拒绝讲理，认为对方不可沟通、不可理喻的说辞。不过我也查了一下洛克这本书的英文本，就感觉中译本翻译得很不好，比如最后这句话，这样一种自负的态度应该让他们一直保持下去，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这一点变成培养幼童的重要工具。洛克的原文是 "'Tis a pride should be cherished in them, and, as much as can be, made the great instrument to turn them by." 我们一对比就能发现，英文 pride 指的是自尊、自豪，说的是儿童的这种渴望被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天性是一种积极和正面的力量，但汉语的自负则明显带有强烈的贬义。另外，洛克说，儿童的这种天性是需要被 cherish 的。cherish 是一个情感色彩很深刻的词，表达了珍视、重视和呵护的态度。而中译本则将 cherish 翻译为保持下去，
就显得非常机械和缺乏温度，完全没有传达出洛克那种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这让人觉得翻译者好像在阴阳怪气，并不认同洛克的观点。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方教育理念的某些深刻差异。那在以后的视频中，我们会从微观的细节出发，讨论中国的教育是怎样不尊重学生的。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